牛市和熊市的数据特征差别挺大的，我们用数据系统来量化。第一，交易所盘中实时买力、中线实时买力和中线累计买力。如果交易所盘中实时买力全体出现纽交所4或者更低，纳斯达克出现2或者更低，那么市场就会出现较深幅度的下跌。如果交易所实时买力只是-1左右，那么就是温和的回撤。如果中线实时和中线累计买力暴跌下跌，也是熊市的信号。第二 ，SPY、QQQ、芯片和 M10 大科技股买力。如果长线和超长线买力持续上升，那么基本上就是短线回撤。如果中线买力下滑，市场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横弹或者震荡下行，但是会出现比较暴力的反弹，比如上周的英伟达。只有中线、长线、超长线买力共同下滑时，才是熊市的数据特征。如果放在短线的维度，如果4只短线买力同时下滑，市场下滑幅度也会非常大，比如上周一6月24日，就是 SPY、QQQ、芯片、M10 4只买力一起下滑，那一天的跌幅就很大。第三，市场的动能股科技龙头领跌，资金不再轮动，所有板块都下跌。这说明不仅没有场外资金入场，场内资金也选择离场。但是如果一部分涨，一部分跌，就说明场内多方还是非常坚韧。第四，需要注意的是，牛和熊是针对中线和长线周期而言，短线是无牛无熊的。对于短线交易者，只需要等待波段，有波段就有大行情。在熊市也会出现短线的暴力上涨，因为空头也需要定期平仓，或者有时候被迫爆仓。在牛市中，震荡或者回撤，比如4月份的回撤，也会给追高的散户带来巨大的资金损耗。第五，我们系统的牛熊分界线指标，在熊市到来时会亮起红灯，基本上红灯亮起，这个指标是我们基于每一笔买卖单对于市场多空力量的精密量化。红灯亮起就代表空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，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提示。第六，对于长线，不论牛熊，都建议在账户涨幅达到 10% 以上时都定期修剪利润，降低持仓成本。因为科学的买卖，卖是需要发生在上涨时的，买是发生在下跌时的，按照这个节奏就能最大化的保住利润，而且手里的仓位才能拿得住。每次自媒体唱空美股、鼓吹熊市时，都不用理会这些杂音，按照我们的数据系统，可以清晰、精准、科学和理性的识别